这不荣获圣塔菲研究所科学图书大奖的杰作，为我们开启了一次横跨复杂性科学诸多领域的非凡智力探险。设想一下一只孤独的蚂蚁，从行为表现来看，它堪称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简单的生物个体之一，没有思维能力，缺乏蓝图规划，更谈不上指挥体系。然而，当成千上万只蚂蚁聚集协作时，一个奇迹便悄然发生了，一个高度组织化、具备集体智慧的超级个体诞生了。它们能够建造精巧的蚁穴，能够发起高效的协同狩猎，仿佛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精确引导。这股神秘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再将目光转向我们的大脑，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每一个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电化学信号处理单元，遵循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定律。然而，当它们以难以想象的复杂方式相互连接时，意识，也就是我们体验到的爱、思考、悲伤和创造，便从中涌现出来。这璀璨的心智之光是如何从物质的黑暗中被点燃的？从精准调控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到自我组织的全球经济，从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到编码着生命奥秘的人类基因组，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类似的谜题。在这些系统中，大量简单的个体遵循着简单的局部规则，却在没有中央控制的情况下，自发地产生了宏观层面上的复杂、有序和适应性行为。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涌现。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些玄妙，但它的含义其实很直白，整体展现出了部分所不具备的全新属性。就算单个水分子不会湿润，但大量水分子聚集在一起就有了湿润的特性。单个音符不成曲调，但成千上万的音符按照特定规则组合，就能涌现出动人的交响乐章。长久以来，科学的伟大传统是还原论，一种坚信只要我们将事物分解成最小的组成部分，并理解它们，就能理解整体的信念。这就像是说，只要我们彻底搞懂了每一块乐高积木的材质和形状，就自然能明白如何搭建出一座宏伟的城堡。从笛卡尔到牛顿，这种思想为我们带来了机械宇宙的清晰图景，一个像钟表一样精准、可预测的世界。然而，面对蚁群、大脑和经济，这种钟表匠式的思维显得力不从心。那句古老的格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这里不再是一句诗意的比喻，而是一个冷峻的科学事实。梅拉妮·米歇尔的《复杂》一书便是一份邀请函，邀请我们踏上一场致知的冒险，去探索这片由涌现塑造的新大陆。这趟旅程将带领我们告别还原论的熟悉疆域，进入一个由混沌、信息、计算、演化和网络交织而成的新世界。米歇尔将作为我们的向导，以他清晰而亲切的笔触，为我们揭示这门新兴的复杂科学的蓝图。它并非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系列跨领域的努力，旨在寻找支配所有复杂系统的普适性原则或法则。这篇长文将严格遵循米歇尔在书中的足迹，重现这场穿越复杂科学的心智漫游。我们将一同追溯思想的源头，见证就有科学确定性的崩塌。我们将潜入计算机的虚拟世界，观察代码如何模拟生命与演化。我们将把计算的视角投向万物，重新理解宇宙的内在逻辑。最后，我们将探索连接的科学，从网络到规模定律，发现隐藏在生命与社会背后的普世模式。这不仅是对一本书的深度解读，更是一次对我们世界观的重塑。旅程现在开始，在深入复杂性的疆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撤弃旧地图，并打造一套全新的概念工具。第一部分的旅程便是要追溯传统科学确定性的瓦解，并构建起理解复杂世界所必须的四大思想支柱：动力学与混沌、信息、计算以及演化。旅程的起点始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所谈论的复杂性究竟是什么？米歇尔并没有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而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例子，为我们勾勒出复杂系统的轮廓。蚁群、大脑、免疫系统、经济体、万维网，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系统，却共享着一些深刻的共性。基于这些共性，米歇尔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工作定义：复杂系统是一个由大量没有中央控制的组件构成的网络，这些组件遵循简单的操作规则，却能共同产生复杂的集体行为、精密的信号与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或演化进行适应。这个定义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一是去中心化。想象一下春运期间的火车站，没有一个总调度员在对讲机里对每一位旅客喊话，但人群却能自发形成队伍，有序进出，这就是去中心化的体现。二是局部互动，每个组件只与它的邻居发生关系，就像市场里的小贩，他调整价格主要是看隔壁摊位的售价，而不是去关心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市场的行情。
三是涌现行为，宏观层面的复杂模式是从微观的简单互动中自发产生的。米歇尔进一步提炼出复杂系统普遍存在的3个标志性特征：复杂的集体行为，系统的整体行为远比单个组件的行为复杂，且难以通过研究单个组件来预测。正如单个蚂蚁的简单行为无法预示整个蚁群的智慧，信号与信息处理系统中的组件会产生和利用来自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信息与信号，它们通过信息处理来做出决策，从而影响整体行为。适应性系统通过学习或演化过程来改变自身行为，以增加其在环境中的生存或成功机会。无论是免疫系统适应新病原体，还是公司适应市场变化，适应性都是复杂系统的核心能力。这些特征共同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物理学所研究的简单系统，如行星轨道或钟摆截然不同的图景。复杂系统是动态的、有机的、不断演变的存在，它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科学语言和思维方式。在牛顿和拉普拉斯的时代，宇宙被想象成一部巨大的、可以精确预测的机械钟表。只要我们知道所有粒子在某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原则上我们就能预测宇宙的全部未来。这个决定论的梦想在20世纪被2场革命彻底击碎，一场是量子力学带来的微观不确定性，另一场则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关键——混沌理论的发现。混沌理论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使在一个完全由确定性定律支配的系统中，长期的精确预测也可能是不可能的。其核心概念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也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这个比喻说的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对吧？但他想表达的科学思想是，在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中，初始状态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无法测量的扰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层层放大，最终导致系统未来的走向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概念最早由数学家庞加莱在研究三体问题时发现，他注意到初始条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误差会导致最终结果出现巨大的差异，使得预测变得不可能。为了让这个抽象概念变得触手可及，米歇尔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极其简洁而又蕴含无穷深意的数学模型——逻辑斯蒂映射。这个方程最初被用来模拟生物种群的增长，其形式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想象一个池塘里的鱼，它们的数量在下一年会是多少？这个方程告诉我们，下一年的数量等于今年的数量乘以一个增长率，再乘以一个表示环境限制的因子。这个增长率就是方程里的参数 r。米歇尔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思想实验，缓缓调高这个增长率2的值，观察鱼群数量的演变。当2很小时，比如等于2，鱼群数量很快就会稳定在一个固定值，不多也不少，这叫做不动点。当2增加到 3.1 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鱼群数量不再稳定，而是在2个数值之间来回跳跃，一年多一年少，形成一个周期为2的吸引子。继续增大2，系统会经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称为分叉，就像一条平坦的道路突然分出了岔路，周期从2变为4，再变为8、16，鱼群数量在4个、8个、16个值之间循环往复。这种现象被称为周期分叉，通往混沌之路。当2达到某个临界值，大约是 3.57 时，周期变得无穷大，系统进入了混沌状态。此时鱼群数量的变化看起来完全是随机的，毫无规律可言。2个初始数量极其接近的池塘，比如一个有100条鱼，另一个有101条，几年之后，它们的鱼群数量会变得天差地别，毫无关联。这难道不正是蝴蝶效应的数学体现吗？逻辑斯蒂映射的旅程是整个复杂科学领域的一个缩影，从简单的确定性规则中可以涌现出看似完全随机、不可预测的复杂行为。它告诉我们，拉普拉斯的梦想破碎了，即使宇宙是决定论的，我们作为有限的观察者，也永远无法获得无限精确的初始知识，因此长期的未来在原则上是不可知的。然而，故事并未在不可预测的混乱中结束。就在这片混沌之中，科学家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秩序。物理学家米切尔·费根鲍姆发现，无论具体的系统是什么，只要它通过被周期分叉走向混沌，其分叉发生速率的收敛极限都是一个普世的常数，大约是 4.6692016。这个被称为费根鲍姆常数的数字，如同物理学中的圆周率或自然对数的底数一样，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常数。它告诉我们，混沌并非完全的无序，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普世的数学结构。即使在确定性崩塌的废墟之上，新的更深层次的法则正在等待被发现。当机械宇宙的图景变得模糊，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复杂科学找到的语言就是信息。然而，信息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被滥用，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这段思想史的起点，出人意料地与热力学和一只著名的妖精有关。故事始于19世纪，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挑战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条定律是物理学中最神秘的定律之一，它定义了时间之箭。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熵及无序度或无法做功的能量总是趋向于增加。熵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混乱程度。一个整洁的房间熵很低，而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熵就很高。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就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房间只会越来越乱，绝不会自己变整洁。想象一个充满气体的盒子，中间有一个隔板，板上有个小门。一直想象中的麦克斯韦腰守在门口，他能看到每个分子的速度，并选择性的只让快分子通过到一边，慢分子到另一边。久而久之，盒子的一边会变热，另一边会变冷，系统的熵降低了。也就是说，这个盒子从混乱变得有序了，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创造了秩序，这公然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悖论困扰了物理学界数十年，直到20世纪，利奥希拉德等科学家才最终破解了它。答案的核心在于一个革命性的洞察：妖精为了知道哪个分子是快的，哪个是慢的，必须进行测量。为了不断进行测量，它必须遗忘或擦除旧的信息。而测量和擦除信息这两个行为本身是物理过程，它们有不可避免的能量代价，会产生比妖精通过分类分子所减少的熵更多的熵。简单来说，妖精为了获取哪个分子快这个信息，它本身就要消耗能量，制造出更多的混乱。这个混乱比它整理分子所带来的有序要多得多。这个思想实验的解决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将信息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与熵这个坚实的物理量联系在了一起。信息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具有物理实体性。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都必须遵循物理世界的法则。这一深刻联系在20世纪中被克劳德·香农的开创性工作塑造成了一门完整的数学理论——信息论。香农借鉴了统计力学中波尔兹曼对熵的定义，提出了一个衡量信息量的新方法。他定义的信息与信息的意义无关，而只与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有关。香农的信息量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接收者在收到消息前感到的意外程度。一个只会重复“哎”的婴儿，其语言的香农熵或信息量为0，因为毫无意外可言，你完全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而一个掌握了更多词汇，能说出不同句子的孩子，其语言的信息量就更高，因为你无法100%确定他会说什么，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存在惊喜。香农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标尺，用以量化信息，并揭示了热力学、计算和生物学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DNA 分子可以被看作是携带信息的媒介，基因序列的分析可以运用信息论的工具。至此，现实世界的本体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不再仅仅是物质和能量，还必须加上第三个基本要素——信息。这个洞察为我们接下来探索计算、生命和演化铺平了道路。拥有了信息这门新语言，下一个问题自然是我们能用这门语言做什么？这便引出了复杂科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计算。对计算本质的探索同样始于一个宏大的梦想和随之而来的幻灭。20世纪初，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相信数学是一个完备且可判定的公理体系，即任何数学命题都可以被证明或证伪，并且存在一个明确的程序来完成这件事。第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库尔特·戈德尔，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了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足够强大且一致的数学系统中都必然存在一些为真但无法被证明的命题。戈德尔通过构造一个自我指涉的句子本语句是不可证明的，巧妙地揭示了逻辑系统固有的局限性。这就像理发师悖论，一个理发师声称他只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那么他该不该给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他给自己刮，他就违反了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的规定；如果他不给自己刮，他又符合了被刮胡子的条件。这种逻辑上的死循环证明了系统内部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希尔伯特的完备性梦想破碎了。第二个也是更具决定性的打击来自艾伦·图灵。为了回答希尔特提出的可判定性问题，图灵首先需要严格定义什么是明确的程序。为此，他构想出一种抽象的、极其简单的计算设备——图灵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极其笨拙的机器人，它面前有一条无限长的纸带，纸带被分成一个个小格子。机器人只有一个读写头，可以读取格子里的符号，擦掉它，写上新符号，然后向左或向右移动一格。机器人脑子里还有一本小小的规则书，告诉他在当前状态下看到什么符号就该执行什么操作。就这么个简单的玩意儿。图灵机这个看似简陋的模型，却拥有惊人的威力。图灵证明，任何可以用算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由一台图灵机来解决。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可以设计一台特殊的通用图灵机，它能模拟任何其他图灵机的行为。这台通用图灵机的思想，正是现在所有可编程计算机的理论基石。通用图灵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程序和数据之间界限的模糊。一条写在纸带上的零和一序列，既可以被解释为要处理的数据，也可以被解释为描述另一台机器如何工作的程序。这种信息的双重用途是计算领域最深刻的洞察之一，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它在生命现象中的惊人回响。有了通用图灵机这个强大的工具，图灵最终证明了希尔伯特的可判定性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他通过一个精妙的反证法证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程序及一台图灵机能够判断任何给定的程序在给定输入下是否会停止运行。这就是著名的停机问题的不可计算性。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比如判断一个程序会不会陷入死循环，也永远无法用计算机找到一个通用的答案。哥德尔和图灵的工作如同混沌理论一样，为人类的理性划定了边界，他们揭示了逻辑和计算的内在局限。然而，正如混沌理论在不可预测性中发现了普世的秩序，图灵的工作也具有一种深刻的双重性。它用来证明我们不能做什么的理论工具，通用图灵机恰恰成为了创造我们能做什么的强大实践工具——现代计算机。这种在探索理论极限的过程中诞生出最强大实践工具的模式，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复杂而迷人的涌现现象。在构建了混沌、信息和计算这三大支柱之后，米歇尔转向了复杂科学的第四块基石，也是自然界创造复杂性的最宏伟的算法——达尔文演化论。米歇尔将达尔文的理论呈现为一种抽象的、强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这个算法的核心由三个简单而优雅的机制构成：变异、后代并非父母的完美复制品，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随机的差异；选择，由于资源有限，个体间存在生存斗争，那些拥有有利变异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这就是自然选择；遗传，有利性状通过遗传机制传递给下一代。经过漫长时间的迭代，这套简单的变异选择遗传算法能够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出发，创造出地球上所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演化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解释了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设计感是如何在没有设计者的情况下，通过纯粹的自然过程涌现出来的。生命系统通过新陈代谢从环境中获取能量，而自然选择则利用这些能量来做功，从而在局部创造出秩序，使得熵减小。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当然，达尔文的原始理论缺少了关于遗传和变异具体机制的知识，这一空白由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工作填补。他的豌豆实验揭示了遗传是通过不连续的因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进行的。起初，孟德尔的离散遗传似乎与达尔文的渐变演化相矛盾，直到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群体遗传学的建立，科学家们才将两者完美的统一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演化综论。然而，正如所有伟大的科学理论一样，现代综论也并非终点。米歇尔接着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挑战，特别是来自古生物学史蒂芬·杰·古尔德等人的思想。古尔德通过化石记录指出，演化并非总是平滑渐进的，而常常表现为断续平衡，极长时间的停滞穿插着短暂的快速变化。他还强调了历史偶然性，如小行星撞击和生物学约束，并非所有结构都能被自然选择塑造出来。在演化中的重要作用挑战了将所有生物特征都视为最佳适应结果的极端适应论观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演化的物质基础，米歇尔在第6章遗传学简史中用极其清晰的笔触简要回顾了从细胞染色体到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史，并解释了转录和翻译这两个核心过程，即 DNA 的遗传密码如何被读取并转化为构建生命体的蛋白质。转录就像是把图书馆里一本珍贵的古籍 DNA 复印一份信使 RNA， 以便带出图书馆使用，而原籍不动。
翻译则是拿着这份复印件，找到一个工厂核糖体，按照复印件上的图纸，用各种零件氨基酸组装成一台机器蛋白质。在这一过程中，米歇尔再次指出了一个奇妙的自制现象：执行转录、翻译和复制 DNA 所需的全套复杂分子机器，如 RNA 聚合酶、核糖体等，它们自身的建造蓝图也编码在那套它们正在读取和复制的 DNA 之中。这就像是说，制造复印机和工厂的说明书就写在那本他们需要复印和解读的古籍里。这再次呼应了我们在图灵机合缝、诺伊曼自复制自动机中看到的信息的双重用途这一深刻主题。生命在其最核心的分子层面就是一个自制的、进行着计算的系统。在装备了动力学、信息、计算和演化这套概念工具后，米歇尔带领我们回到旅程的起点，直面那个最核心也最棘手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和度量复杂性？米歇尔坦言，复杂性科学领域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这恰恰反映了这个领域的年轻和前沿性。他巧妙地借用物理学家塞斯·劳埃提出的3个问题来组织这场关于度量复杂性的讨论：描述一个系统有多难，创造一个系统有多难，它的组织化程度有多高。围绕这些问题，米歇尔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尝试捕捉复杂性本质的度量方法，并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最直观的度量是规模，基于组件的数量，如基因数或神经元数量，但这常常具有误导性。例如，一种单细胞变形虫的基因组比人类大得多，但我们直觉上认为人类更复杂。基于信息论的熵或香农熵度量系统的不确定性或意外程度，但它将复杂性等同于随机性。一个完全随机的序列，如电视雪花熵最高，但它并非我们所说的复杂。算法信息量则认为，一个对象的复杂性是能够生成该对象的最短计算机程序的长度。这就像压缩文件，一个高度重复的文件，比如10000个2字，可以被压缩得很小，所以它不复杂。一个完全随机的文件几乎无法压缩，所以它很复杂。但与熵类似，它也没完全随机无规律的对象赋予了最高的复杂性，这与直觉相悖。物理学家穆雷·盖尔曼提出的有效复杂性试图将有意义的结构与随机性分开，它度量对象中规律性部分的算法信息量。他认为复杂对象既非完全有序，也非完全随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如何客观定义规律性是一个难题。数学家查尔斯·贝内特提出的逻辑深度度量构造一个对象所需计算步骤的多少，这契合了创造有多难的直觉。简单重复的序列和随机序列都很容易生成，逻辑深度低，而一个生命体则需要漫长的演化，计算逻辑深度高，但在实践中几乎无法计算。统计复杂性度量为了最优的预测系统未来行为所需存储的关于其过去历史的最小信息量。像有效复杂性一样，它在完全有序和完全随机的系统上取值都很低，而在两者之间的结构化系统上取值高。符合直觉是目前较有前景的度量之一。最后，分形维度度量对象在不同尺度下的粗糙或精细程度。对于具有自相似几何特征的系统，如海岸线或雪花非常有效，但并非所有复杂系统都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这场关于度量的巡礼告诉我们，复杂性是一个多侧面的概念，无法被单一的数字所捕捉。它既关乎信息的丰富性，也关乎结构的组织性，还关乎生成的历史性。不同的度量方法如同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座雕塑，各自揭示了其真实面貌的一个侧影。寻找一个能够整合所有这些侧面的统一理论，正是复杂性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至此，我们已经构建了探索复杂世界所必须的基础知识。是时候进入更激动人心的领域去观察，当这些思想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被赋予生命时会发生什么。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建立了理解复杂性的理论基石。现在，旅程进入了第二部分，我们将从抽象的理论转向具体的实践。在这里，计算机不再仅仅是进行数值计算的工具，它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一个可以创造虚拟生命并观察其演化的培养皿。我们将看到第一部分中那些深刻的思想，特别是信息的双重用途和演化算法如何在代码的世界里开花结果，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类似生命的行为。生命最神奇的特征之一便是自我复制。一个细胞分裂成2个，一个橡树结出能长成更多橡树的果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要复制自身，一个系统必须包含对自身的完整描述，但这个描述本身也必须被包含在描述中，如此便会陷入无限的循环。
这个问题在 DNA 结构被发现之前就被一位天才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理论上解决了。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驱之一，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致力于思考机器自我复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优雅地打破了自指的悖论，其核心思想正是我们在第4章中遇到的信息的双重用途。米歇尔通过一个简化的自复制程序，清晰地阐释了冯·诺依曼的洞察。这个程序被设计成它的一部分代码是指令，告诉计算机去执行某些操作，而另一部分代码则被这些指令当作数据来处理，即被复制和打印。程序首先执行指令，打印出作为数据的那部分代码，然后它再把作为指令的这部分代码本身也当作数据打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程序既是执行者，又是被描述的对象，巧妙地避免了无限回溯。这个看似计算机编程技巧的解决方案，其意义远超于此，因为它惊人地预言了生命自我复制的核心机制。当沃森和克里克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时，生物学界逐渐认识到 DNA 也正是以这种双重方式工作的。DNA 序列中包含了制造蛋白质的蓝图，这是数据，同时它也编码了制造那些能够读取、转录和复制 DNA 自身的复杂分子机器，如聚合酶和核糖体的信息。这些机器构成了执行指令的解释器。冯·诺依曼的理论工作在分子生物学事实被揭示之前就抓住了生命逻辑的精髓。他证明了自我复制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并揭示了其背后的计算原理。这不仅是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领域的奠基性工作，更深刻地揭示了计算与生命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生命在其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一个进行着自制运算的信息处理的系统。如果计算机程序可以像 DNA 一样自我复制，那么它们是否也能像生命一样演化？这正是第二部分要探讨的第二个核心主题——遗传算法。遗传算法是将达尔文的演化思想直接应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计算方法。其核心理念是，与其由人类程序员费尽心机地设计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如创造一个环境，让解决方案通过模拟的物竞天择过程自己涌现出来。这就像是说，我们不去教一个孩子如何画一幅完美的画，而是给他提供画笔、颜料和画布，并设定一个画得越好、奖励越多的规则，然后让他自己去尝试，失败再尝试，最终他可能会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佳作。米歇尔为我们详细描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配方。首先，随机创建一大批候选解决方案，每个解决方案都被编码成一个染色体，通常是一串数字或比特。然后设计一个适应度函数，为种群中的每一个个体打分，评价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好。接着，根据适应度分数，以概率化的方式选择优胜者作为父母，进入下一代的繁殖。适应度越高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越大。被选中的父母通过2种操作产生后代交叉，2个父代染色体随机交换一部分片段，组合成新的子代染色体。这模拟了有性生殖中的基因重组突变。子代染色体的某些位置会以一个很小的概率发生随机改变，这模拟了生物学中的基因突变。最后，新产生的子代替代旧的种群，然后回到第2步，重复整个过程。一代又一代种群的平均适应度通常会不断提高，最终演化出非常优秀的解决方案。为了让这个过程更加生动，米歇尔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机器人罗比。罗比的任务是在一个实时的网格世界里捡拾散落的汽水罐。他的大脑或策略就是一个由243个基因组成的列表，每个基因对应一种他可能遇到的环境情况，例如当前位置有罐子，北边是墙，东边是空的，并指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行动，如向北捡罐子、随机移动等。研究者们首先用遗传算法来演化罗比的策略。他们从200个完全随机的策略，也就是胡乱行动的罗比开始，让他们在一个充满汽水罐的世界里比赛，捡到罐子得分，撞墙或空捡则罚分。得分高的策略被选中，通过交叉和突变产生下一代。这个过程重复了1000代，实验的结果令人震惊。最终演化出的最佳策略，其捡罐子的效率远远超过了一位人类专家精心设计的聪明策略，得分接近理论最高分。更令人着迷的是，当研究者们分析这个最佳策略的行为时，他们发现了他发明的一些人类程序员从未想到非常聪明的技巧。当周围没有罐子时，这个策略不会像人类设计的策略那样随机乱撞，而是会沿着墙边进行系统性的逆时针的巡逻，大大提高了搜索效率。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当前位置有罐子，策略也会让罗比先不去捡，
而是移动到旁边的位置。这个未被捡拾的罐子就像一个路标，帮助罗比记住这个区域有罐子，从而能够更系统地清理一个罐子集群。罗比的故事是涌现的一个完美例证。没有人明确地为罗比编写巡逻或做标记的程序，这些复杂的、看似智能的行为是从变异、选择、繁殖这些极其简单的底层规则中自发的、不可预知地涌现出来的。遗传算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强大的优化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模型，让我们得以一窥创造力与智慧本身是如何从盲目的、非引导的过程中诞生的。它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演化确实是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程序员。在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生命的核心逻辑——自我复制与演化，可以在计算机中被模拟和重现。这自然引出了一个更大胆、更颠覆性的问题。如果生命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计算，那么是否计算本身就是一种遍布于自然界更根本的现象？第三部分的旅程将进行一次宏大的视角转换，不再是将生命装入计算机，而是将整个宇宙看作一台巨大的进行着信息处理的计算机。要理解万物皆计算这一宏大构想，我们需要一个理想化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细胞自动机。细胞自动机是冯诺依曼为研究自复制问题而发明的抽象系统，它由一个网格构成，网格上的每个单元或细胞都有几种可能的状态，例如开或关。在每一个离散的时间步长里，所有细胞会根据其自身和邻近细胞的当前状态，遵循一条完全相同的、简单的更新规则，同时改变自己的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巨大的棋盘，每个格子里都有一盏灯，灯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每1秒钟，每个格子里的灯都会看看自己和周围8个格子里灯的状态，然后根据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如果周围亮着的灯超过3个，我就灭，来决定自己下一秒是亮还是灭。细胞自动机是复杂系统最纯粹的模型，它拥有大量简单的组件，没有中央控制器，且通信完全是局部的。然而，从这种极致的简单性中，却能涌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最著名的细胞自动机样品是数学家约翰·康维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生命游戏。这是一个2维的、只有2种状态——生或死的细胞自动机。它的规则简单的可以用几句话概括：一个活细胞，如果周围邻居恰好有2到3个活细胞，则下一刻继续存活；如果邻居少于2个或多于3个，则死亡。一个死细胞，如果周围邻居恰好有3个活细胞，则下一刻复活。就是这几条模仿生命过程的简单规则，创造出了一个千变万化的虚拟世界。从随机的初始状态开始，我们会看到各种奇妙的模式涌现，一些是静止的不动点，一些是周期性闪烁的阵子，还有一些最令人着迷的会像生物一样在网格上移动的滑翔机，甚至还有能不断发射滑翔机的滑翔机枪。更令人震惊的是，后来的研究证明，生命游戏具有通用计算的能力。这意味着，通过精心设计初始状态，它原则上可以模拟任何一台计算机能做的任何事情。生命游戏的启示是革命性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去中心化的系统足以产生能够进行复杂计算的结构。这让我们不禁思考，自然界中的复杂结构是否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为了系统地研究这些从简单规则中涌现出的行为，物理学家斯蒂芬·沃尔夫勒姆对最简单的1维细胞自动机进行了详尽的探索，并将其行为归纳为4大类别。第一类是快速演化到单一的、均匀的、静止状态；第二类是演化到简单的、周期性、重复的结构；第三类表现出混沌的、非周期性的、看似随机的行为；第4类则形成复杂的、局部的、通常能长时间存在的结构，出现类似滑翔机的移动结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作用。沃尔夫勒姆的分类为涌现提供了一幅行为地图，它表明复杂性，也就是第4类行为，既不同于简单的秩序，也不同于纯粹的混沌。它似乎存在于秩序与混沌的边缘地带，一个能够同时保持结构和进行信息处理的临界区域。著名的规则110就是第4类的典型代表，它后来也被证明具有通用计算的能力。细胞自动机的世界告诉我们，计算能力可能是一种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的宇宙属性，它可以在最简单的规则互动中自发涌现。细胞自动机能够进行复杂计算，但这计算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如何理解其内在逻辑？直接分析成千上万个细胞在时空中的演化图样，就像试图通过观察单个神经元的放电来理解思想一样困难。我们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描述语言。米歇尔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一个具体的计算任务，
密度分类任务时，发展出了这样一种语言。这个任务要求一个一维细胞自动机判断其初始状态中一的数量是否过半。如果过半，所有细胞最终都应变成一，反之则都变成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它要求系统从纯粹的局部信息中计算出一个全局属性。他们使用遗传算法演化出了一些能很好完成此任务的细胞自动机规则。在分析这些成功规则的时空演化图时，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与其关注单个细胞的状态，不如关注那些稳定、重复的区域之间的边界。这些边界在时空中移动、碰撞、湮灭，其行为酷似物理学中的粒子。这个用粒子计算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解释框架。信息被粒子携带，不同的粒子及不同类型的边界结构携带了关于其周围区域结构的信息。例如，一种粒子可能代表它左边是一个全零的区域。计算通过碰撞发生。当两个或多个粒子在时空中相遇并碰撞时，真正的计算就发生了。碰撞的结果可能是产生新的粒子，或是原有粒子一同消失及湮灭。逻辑在互动中涌现，粒子碰撞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执行一种逻辑运算。例如，一次特定的碰撞可能意味着比较两个区域的大小，其结果产生什么新粒子或是否湮灭，就代表了比较的结论。整个细胞自动机通过无数次这样的粒子互动，逐步整合局部信息，最终得出了关于全局密度的答案。这种粒子语言是研究者们为了理解系统而强加的一种描述。细胞自动机本身并不知道粒子的存在，然而遗传算法竟然能够自发地演化出其行为可以用如此优雅的基于信息处理的粒子物理学来解释的规则。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启发性，它表明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中，通过局部互动进行全局计算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涌现出的携带信息的移动信使来实现。这为我们理解自然界中的信息处理方式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型。有了用粒子计算这个强大的分析工具，米歇尔带领我们将计算的镜头从计算机的虚拟世界正式对准了真实的生命系统。生命体从免疫系统到蚁群，再到细胞内部的新陈代谢，无一不是进行着复杂信息处理的系统。它们是如何计算的？米歇尔通过3个案例揭示了生命系统信息处理的共同原则。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并清除入侵的病原体？它没有中央指挥部，信息以淋巴细胞和细胞因子的统计分布和动态模式的形式存在于全身。通信通过取样完成。每个淋巴细胞通过其表面的受体对周围环境进行局部取样，随机性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受体的形状是随机产生的，以应对无穷多种可能的病原体。淋巴细胞在体内的流动也是随机的，以确保能对身体各处进行有效监控。蚁群如何找到并有效利用食物源？信息被编码在信息素路径的浓度模式中。个体蚂蚁通过触角对信息素进行局部取样，并以概率性的方式决定自己的走向。它们的行为同样充满了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保证了蚁群既能有效利用已知食物源及利用，又能不断探索新的未知领域及探索。细胞新陈代谢如何调节数千种同步进行的化学反应？信息存在于各种分子的空间浓度和动态变化中。通信通过酶与特定分子之间的结合，这也是一种取样以及复杂的反馈回路来实现。通过对这些系统的分析，米歇尔总结出自然界计算方式的几个核心特征。首先，信息是分布式的、统计性的。信息并非存储在某个特定位置，而是体现在大量组件构成的动态模式中。其次，通信是去中心化的，基于取样的。没有一个组件能看到全局，所有决策都基于不完整的局部信息。再次，随机性是功能性的。随机性不是需要被消除的噪声，而是系统进行探索、适应和保持鲁棒性的关键资源。最后，意义与生存相关。在这些系统中，信息的意义与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紧密相连。一个信号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引导系统做出有利于适应度的反应。这些特征共同描绘了一种与我们熟悉的基于中央处理器和精确指令的诺伊曼式计算截然不同的计算范式。自然的计算是大规模并行、冗余、随机且自下而上涌现的。理解这种计算范式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也为我们设计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和计算系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如果说生命的基本过程可以被看作计算，那么人类最高级的认知能力，例如做类比，是否也可以用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理解？
这正是米歇尔在他的博士导师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指导下，通过 Copycat 项目所探索的核心问题。类比即在表面差异之下感知抽象相似性的能力，是人类智能的基石。从孩子认出不同品种的狗都属于狗这个概念，到科学家通过行星系统与原子结构的类比来构想新理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类比。然而，这种能力对传统的人工智能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们通常是僵化和字面的。Copycat 项目在一个由字母串构成的微世界中模拟人类做类比的过程。例如，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 ABC 变成了 ABD， 那么 IHK 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变成什么？大多数人会回答 IGL， 因为他们抽象出了规则，将最右边的字母替换为其字母表中的后继者。但如果问题变成，如果 ABC 变成了 ABD， 那么 P 也就是逆序应该变成什么？这时，很多人会回答 J。为了得出这个答案，他们不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灵活的调整，规则中的最右边得悄悄地换成了最左边，后继者被换成了前驱者。霍夫施塔特和米歇尔将这种灵活的概念调整称为概念滑移。人类的思想不是由一成不变的刚性概念构成的，我们的概念是流体的，它们会根据上下文的压力而变形、延伸和滑入邻近的概念。Copycat 程序的架构正是为了模拟这种思想的流动性。它没有一个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器，相反，它的工作方式酷似一个复杂系统，大量的微小的代码片段被称为代码子，并行的、随机的被激活。一些代码子负责感知字母串的局部结构，例如这是一个连续的字母序列；另一些则负责在不同字符串之间建立可能的对应关系。这些代码子相互竞争与合作，逐步构建起一个对整个问题的连贯的理解，一个被称为后弹网的概念。网络动态的调整概念之间的距离。当某个滑移如右滑向左被认为合理时，其他类似的概念对如首与尾之间的距离也会被拉近，使得后续的怀疑更容易发生。Copycat 成功表明，即使是像类比这样高级的、看似整体性的认知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涌现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或许就像一个由无数微小思想粒子构成的一群，在没有指挥官的情况下，通过并行和随机的互动，共同涌现出智慧的火花。贯穿第三部分的旅程，我们大量使用了计算机模型，从细胞自动机到 Copycat。那么这些模型在复杂性科学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是通往真理的可靠工具，还是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事实稀薄的科学？米歇尔坦诚地探讨了计算机建模的前景与局限。他指出，在复杂性科学中，模型通常不以做出精确、可量化的预测为首要目标，尤其是在模拟社会或生物系统时。相反，他们更多地扮演着思想实验或直觉权的角色。这就像建筑师用沙盘模型来推演设计，而不是直接盖楼。沙盘无法告诉你大楼能抗几级地震，但它可以帮助建筑师更好地理解空间布局，激发新的设计灵感。计算机模型有4个基本作用。首先，它们可以展示可能，证明一个被提出的机制对于解释某个现象来说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其次，它们可以探索变化，帮助我们探索改变模型的简单假设会对结果产生何种影响，从而激发我们对复杂现象的直觉。再次，它们可以启发新实验，模型的意外行为可以启发科学家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新的实验或观察。最后，它们可以作为存在性证明，像生命游戏或遗传算法这样的模型证明了，仅凭简单的局部规则确实可以产生复杂的、具有计算能力的或适应性的行为。然而，米歇尔也清醒地认识到计算机建模的危险。他引用了批评者约翰·霍根的观点：复杂性研究有过分依赖计算机模拟而脱离经验事实的倾向，沦为没有事实的科学的风险。一个过于灵活的模型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却无法做出任何可以被证伪的预测，这在科学上是毫无价值的。因此，米歇尔强调了在建模过程中保持科学严谨性的重要性。模型必须尽可能地植根于真实数据，其假设必须明确，其结果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复杂性科学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模型的探索性力量与科学方法的实证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模型是我们探索可能性空间的飞船，但它必须始终与经验世界的坚实大地保持联系。在我们的旅程中，一个主题反复出现，组件之间的互动是涌现的关键。第4部分将这个主题推向了前台，引入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统一的视角来审视所有复杂系统、网络科学。
这种网络思维将我们的焦点从系统中的事物本身转移到了事物之间的关系上。网络思维是一种范式转换。例如，要理解为什么人类比基因数量相近的芥菜更复杂，我们不应只关注基因的数量，而应关注基因之间构成的复杂调控网络。网络科学就是研究这些连接模式的科学。一个网络由节点和连接节点的边构成，节点可以是人、网页、神经元或公司，边则可以是有意、超链接、突触或商业合同。米歇尔介绍了网络科学领域的2个里程碑式的发现，他们揭示了真实世界网络的惊人共性。第一个是小世界网络，这个概念源于著名的6度分隔理论，即地球上任意2个人之间平均只需通过6个中间人就能建立联系。数学家邓肯、瓦茨和史蒂文·斯特罗加茨为这个现象提供了数学模型。他们发现，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规则网络中，例如每个节点只与最近的邻居相连，只要随机的重新连接极少数几条，将它们变成长途连接，整个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也就是任意2点间的最短距离，就会急剧下降。这种兼具高度聚集性及你的朋友们也互相认识和极短平均路径长度的网络，就被称为小世界网络。这种结构在真实世界中无处不在，从社交网络到大脑神经网格，再到电网。它演化出来的原因很可能是它在信息或影响的快速传播与维持连接的低成本之间取得了一个高效的平衡。第二个是无标度网络。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的团队发现，许多真实网络的结构甚至比小世界更为特殊。在这些网络中，节点的连接度及一个节点拥有的边的数量分布极不均匀。绝大多数节点只有很少的连接，而极少数枢纽节点却拥有天文数字般的连接。这种网络的节点度分布遵循一种幂律，幂律分布的一个特征是无标度，即无论你从哪个尺度观察，分布的形态都是相似的，因此这类网络被称为无标度网络。万维网是其典型例子，绝大多数网页只有寥寥几个链接指向它，而像谷歌或维基百科这样的枢纽则拥有数以亿计的链接。无标度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巴拉巴西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生成机制——优先连接，也就是富者愈富原则。当一个新的节点加入网络时，它更倾向于连接到那些已经拥有很多连接的流行节点上。这个简单的规则就能自然地生成具有幂律分布的无标度网络。这些网络结构特征对我们理解真实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无标度网络对随机故障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因为随机去掉一个普通节点的可能性远大于去掉枢纽，但对针对枢纽的蓄意攻击则极为脆弱。这一洞察被广泛应用，从流行病控制、优先为社交网络中的枢纽人物接种疫苗，到打击恐怖组织、摧毁其指挥中枢等各个领域。网络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语言和工具来理解和驾驭我们这个日益互联的世界，网络思维不仅能解释社会和技术系统，还能揭示生命世界最深层的奥秘之一——尺度定律。生物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是，为什么许多生物学特性，如新陈代谢率、心率和寿命，会随着生物体的体型或质量变化，且遵循着精确的幂律关系。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幂律关系的指数常常是4的倍数，其中最著名的是克莱伯定律，动物的基础代谢率与其体重的3/4次方成正比。这个3/4的指数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鲸都惊人的适用。为什么是3/4，而不是基于简单几何学推导出的2/3，也就是表面积与体积的关系？这个谜题的答案由物理学家杰弗里·维斯特、生态学家詹姆斯·布朗和生物学家布莱恩·恩奎斯特联手揭示。他们的理论核心是，生命体本质上是一个由各种分形网络支撑的系统。想象一下生物体内的资源分配网络，如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或植物的维管系统。这些网络必须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它们必须是空间填充的，能将养分和氧气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们的末端单元，如毛细血管的大小，在所有生物中基本是摁定的。氧化压力会使这些网络的能量消耗和运输时间最小化。维斯特、布朗和恩奎斯特通过数学证明，唯一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网络结构，就是一种分形结构，一种在不同尺度下都自我相似的、不断分支的结构。而当他们计算这样一个最优化的分形网络所能支持的新陈代谢率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其与系统质量的尺度关系恰好是3/4次方。这个3/4的指数可以被赋予一个迷人的几何解释。正如在3维空间中，一个2维的表面积与3维的体积的尺度关系是2/3次方，
一个三维的表面体积与一个四维的超体积的尺度关系正是3/4次方。维斯特等人因此诗意地提出，生命通过演化出分形网络，相当于为自己创造出了第4个维度，从而能更有效地支撑一个3维的身体。这一理论的巨大成功在于，它用几个非常朴实的基于物理和几何约束的原则，统一地解释了从细胞到生态系统、从动物到植物的各种尺度定律。它雄辩地证明，生命的复杂多样性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而简洁的数学和物理法则。网络和分形的几何学是塑造所有生命的无形之手。旅程接近尾声，米歇尔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演化。但这一次，我们的视野已经被复杂科学的全部工具所武装。我们不再将演化仅仅看作基因频率的渐变，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多层次上运作的创造复杂网络的过程。一个基因、一个蛋白、一个性状的简单图景，在现代分子生物学面前已经显得过于天真。我们现在知道，基因并非孤立的工作，而是嵌入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中。在这个网络里，基因和它们的产物蛋白质相互作用，彼此激活或抑制，形成复杂的反馈回路。一个生物体的复杂性，与其说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基因，不如说取决于其基因调控网络的连接复杂性。这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基因数量与一种小小的芥菜相差无几，但我们却能涌现出大脑和意识这样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答案就在于我们基因网络的布线方式及信息处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后者。这个复杂化了的演化观将本书的所有主题涌现、计算、网络、尺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演化不再仅仅是自然选择在随机变异上的简单筛选，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进行更复杂信息处理和计算的网络结构本身就成为了被选择的对象。生命是在演化这个宏大的算法驱动下，不断探索和构建更复杂计算结构的过程。复杂性或许正是演化这支时间之箭所指向的方向。我们的心智漫游抵达了终点，但前方的地平线依然广阔。在最后一章，米歇尔引导我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自省：复杂性科学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米歇尔坦诚，复杂性科学目前还不是一个像经典力学那样拥有统一公理体系的单一学科，它更像是一个附属的科学，一个由共同的问题、方法和跨学科精神连接在一起的研究集群。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但他比这些前辈更强调数学的严谨性和与经验数据的结合。然而，这门新兴的科学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批评。最大的危险是它可能止步于对不同系统之间有趣的类比，而无法发展出一套能够做出解释和预测的严谨的数学理论。概念的模糊，如复杂性、自组织、涌现等词汇，至今缺乏精确的、公认的定义，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那么，未来在何方？米歇尔认为，终极目标是找到一种复杂性的微积分，一套全新的数学语言，能够像牛顿的微积分为描述运动和变化提供了语言一样，为我们精确描述自组织、涌现和适应的动力学过程。他提及了领域内一些先驱性的尝试，如沃尔夫勒姆的新科学、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巴克的自组织临界性，以及克拉奇费尔德的计算力学。这些理论或许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但它们代表了通往这个目标的勇敢探索。是否存在一个关于复杂性的万有理论，我们尚不可知。或许不同系统中的复杂性，其产生和运作的机制本身就是多样的。但无论如何，这趟由米歇尔引导的旅程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从混沌中窥见了秩序，在信息中发现了物理与计算中触碰了逻辑的边界，并见证了演化如何谱写出生命的壮丽诗篇。我们潜入计算机，观察虚拟的生命如何诞生；我们仰望星空，将整个宇宙视为一台进行着计算的宏大机器。我们学会了用网络的眼光审视万物的连接，用尺度的定律衡量生命的脉搏。我们认识到，从最微小的细胞到最庞大的人类社会，一种深刻的秩序贯穿其中。这种秩序并非来自某个至高的设计者或中央的指挥官，而是从无数简单组件的局部互动中自下而上、不可预知地涌现出来。这趟旅程的终点不是一个封闭的答案，而是一个开放的起点。它赋予我们一套新的语言，去欣赏和理解这个世界那无处不在的、由简单互动编织而成的、创造性的进行着计算的、不断演化的壮丽图景。导览结束了，但真正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若想更深入地体验这场知识的盛宴，亲自感受那些塑造了我们世界的看不见的秩序，那么翻开梅拉妮·米歇尔的原著无疑是最好的选择。